当年我在陆景之最难的时候不告而别，时隔4年，我和他再次相遇。我穷困潦倒，整天为生计奔波，而他成了豪门新贵，众星捧月。他漫不经心道：“1个月10万，买现在的你，足够了吧？”我在天桥下穿着青蛙套装卖儿子的时候，遇到了前男友陆景之。他从劳斯莱斯上下来，被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挽着手走到我面前。小姑娘撒娇说想要一个，他熟练地掏出手机付钱。当年我想买个5块钱的棉花糖，他都嫌贵，现在买小青蛙气球倒是不含糊，30块钱一个。可是你牌子上写着25，小姑娘指着我身后的牌子反驳。因为你挑的这一个是我最爱的儿子，小姑娘生气地跺脚，但是陆景之已经利落地付了钱。直到2人上车离开之后，我才松了口气。可是第2天，我照旧去卖气球的时候，却遇到了城管。怎么又是你这个小姑娘？傍晚卖气球，晚上卖烤肠，你这一天天的是钱没赚够啊！说着，城管不由分说拿走了我的收款码。今晚的生意注定黄了，我只能垂头丧气地往家走。刚上天桥就被人拦住了去路。乔薇薇，好久不见啊！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我仰起头，从青蛙鼻孔里勉强看清了人影，居然是陆景之。对不起先生，你认错人了。你就是化成灰我都认得出来，好吧，这下没处躲了。我无奈地将头套摘下来。就算是傍晚，现在的温度也有30度。我穿着这身不透风的玩偶服，不用想都知道，肯定头上全是汗，狼狈得跟鬼一样。相较于陆景之现在西装革履、金丝眼镜的样子，简直就是天差地别。谁能想到我们当初还是男女朋友？你有什么事情吗？不是找到有钱人了吗？怎么这是被甩了？是啊，他老婆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我就被甩了。可以让开吗？我要回家了。可能是经过社会的打磨，我的脸皮也堪比城墙了。反倒是陆景之明显噎了一下，他拽着我的手，皱眉看着我。乔薇薇，你现在这个样子可真是难看，还记得你当年哪里难看了？我这都是劳动人民的汗水。他瞬间不说话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还想挖苦我？分手了，你怎么这么不体面啊？非要损我2句，要骂也行，1句10块，带上我妈翻倍，带上我祖宗，必须在后面加个0。说着，我熟练地掏付款码，突然想起刚才被城管收走了。干，做生意的机会没了。今天不太方便，要不你存个我的电话，以后有需要了再找我。但是我得先收钱，你才能骂。钱到账，我保证不还嘴。乔薇薇，你掉进钱眼里了是吧？当初嫌弃我没钱离开我，现在还不是混成这个样子。果然，前女友因为没钱离开自己这种事，对于男人来讲，简直就是死穴。哪怕都已经过了4年，某人还能记得。我这不是没有暴富的命吗？所以我可以走了吗？现在回家再去拿个付款码，我还能赶上去夜市卖烤肠。陆景之打量着我，嘴角露出个讥讽的笑容。1个月10万，买现在的你足够了吧？当年连接吻都会脸红的人，怎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？我咬牙看着他，挤出个屈辱的表情，但终究演技太差，没忍住笑出声。10万，财神爷，你别光说，你签合同5险1金买不买？有没有考勤制度？如果要践踏我灵魂和尊严的话，得双倍呀！试问，这个年头，我一个毕业5年都没有正经工作的人，去哪里才能找到月薪10万的工作？陆景之看着我，眉头皱得都能夹死一只苍蝇了。你可真行！说着，他将我带去了酒吧。这辈子第一次坐劳斯莱斯，我感觉我这身青蛙衣服都镶金边了。跟着男人进了酒吧，我这身装扮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。但凡有人看我，我都毫不犹豫看回去。干嘛？没见过情趣制服啊？稀有款青蛙装，哪个男人看了可以把持住？我听到路过的侍者称呼陆景之为陆总。
看来这些年果然是赚到大钱了。我们前脚走进包厢，后脚就有侍者推着一车的酒进来，花花绿绿的酒杯里装着各种各样的酒。乔薇薇，我倒要看看你现在为了钱能做成什么样子。喝吧，一杯5000。侍者同情地看了我一眼，我眼睛都快亮了。行走的财神爷呀！于是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2杯下肚之后，我点开手机付款码，先来个1万块，我看看实力。于是一个晚上，我净赚5万块钱。第11杯下肚，我打了个9嗝。好了，先来这么多吧，再喝就要进医院了，洗胃也是一笔钱。自始至终，陆景之都一言不发地看着我。我瘫倒在沙发上，拧开茶几上的矿泉水，立马往肚里灌。喝完了，我才想起来一件事情，这瓶水可以报账吗？他低头在手机上点了点，又是1万转过来，而后径直走出包厢。我立马跟在人身后追出去。前几年当销售练出了酒量，现在这几杯酒下肚，我居然还能清醒地上车，并且将黑名单里的人拖出来，把今晚赚的钱全部转过去。2分钟不到，那头就发来消息，钱也被退回来。你不明白晚期的意思吗？没得治了，别给我转钱，也别把付款码换成我的，每天声音响起来就烦。那头将我这段时间摆地摊赚的钱全部赚回来，还好我快他一步，抢先拉回了黑名单。对了，那10万块钱是什么时候付啊？当天晚上我就收到了10万块钱的转账，确定金额到账之后，我才发现自己脑袋疼得都快裂开了。没想到这洋酒后劲还挺足。吃了药后，我躺在床上努力想让自己睡着，但是这些年我入睡变得越来越困难，甚至已经开始运用药物治疗了。今晚我已经吃了止疼药，要是再来点安眠药的话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有风险。折腾了半夜，好不容易睡着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接到陆景之的电话，让我给他送早餐。早上6点半，这年头当个老板也不容易呀，这么早就要吃饭。我赶紧买了早餐送过去。这么早连公交车都没开始营业，我只能扫了一个共享单车骑过去。火星子都快骑出来了，才终于在7点半之前送到他面前。谁知陆景之看着这堆东西，只是皱眉。豆浆、油条、手抓饼，你在打发谁呢？你也没说你想要什么呀，关键这不是以前他最喜欢的东西吗？我猛然反应过来，现在不一样，大老板是不会吃这些东西的。那是以前，毕竟以前没得选择，但是现在可以让我选择的太多了。他意有所指看着我。那请问您想要吃点什么？陆景之沉默了一瞬，嘴里吐出一连串英文。现在的早餐店都和国际接轨了吗？居然没个中文名字。赶紧去吧，半个小时之内我要见到。我认命的出门，骑上共享单车导航开始之后，我才发现他说的这几样东西压根就不能在同一个地方买到。谁家好人一大早起来吃海参啊？真的不担心火气太旺？等我买完东西回来的时候，已经是8点半了。给我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女人，说是陆景之请来的保姆。陆先生已经去上班了，况且20分钟之前他已经吃过早饭了。我拎着手里的打包盒，有些不知所措。要不你把这些放在冰箱里，晚上回来的时候给他热一下吧。陆先生胃不好，所以每顿吃的东西都必须是新鲜的。这些东西你自己吃吧，我觉得陆先生应该不会怪罪的。不，他会，毕竟这人最小心眼了，不然也不会因为4年前的事情耿耿于怀。保姆阿姨笑着劝我把东西拿回去吃，我看着手里的盒子，只能无奈叹气。一顿饭吃掉2000块，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果然有钱人的世界就是如此奢华。整整1天，我都没等到某人的传召。眼看着到了傍晚，我又推着我的小推车去夜市摆摊卖烤肠。这里靠近大学，来的都是大学生，生意一直不错。我又挂上了那张收款码，而后坐在小马扎上，看着黑名单里的人发呆。
老板，2根烤肠。我立马站起身，熟练的刷酱。老板，这是你的收款码吗？付款的小妹妹人还怪好的，看着上面宁静致远的荷花头像，还多问了一句。对，是我的，准确来说是我妈的。我每次给她转的钱，要么拒收，要么原封不动的退回来。于是我只能想出来这个办法。每次收到的钱最高也不会超过50，他没时间去一笔一笔的计算，但是一个晚上加起来也能收到不少。再加上我早就把他拉到了黑名单，他想转钱也于事无补。今晚的生意还不错，一个晚上我就赚了小2000。尤其人多了之后，刷酱刷到手都快麻了。但是我喜欢在这里摆摊，因为旁边的学校是我曾经的大学，有时候能听到一些学弟学妹吐槽老师，可以找回一些曾经的回忆，一些都快被我遗忘的回忆。今天学校礼堂有人告白，弹钢琴那种，超浪漫的。对呀，但是我听老师八卦说这都不算什么，以前有对学生更加浪漫，听说女孩子是钢琴系花，男生是数学系的学霸，来买烤肠的2个女生算是我的常客，也知道我算是学姐，等待的间隙就在讨论八卦。突然他们将目光落在我身上。老板，你是哪一届的呀？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？听过的，只是太久远了，久远到我都有些忘记了。听说那个学霸获得过很多全国大奖，长得也很帅，还在颁奖典礼上公开感谢过自己的女朋友，是不是真的呀？女生眼冒星星眼地看着我，我仔细回忆了一番当初的场景。那个站在颁奖典礼上意气风发的男人，他环视全场，在上千人的人群中精准找到了我。感谢我的女朋友乔薇薇，如果不是她一直陪伴在我身边，我没办法得到这样的成就。那次的颁奖礼还有电视台采访，陆景之毫不避讳地提起我的名字，甚至全国的观众都知道我们。是真的，他确实很帅很优秀，老师说他是难得一遇的天才。我听说女孩子也超厉害的，现在钢琴系还有老师夸奖她，听说她还没毕业就有好几家乐团争着要了，估计这位说不定在国家乐团发光发热呢。哇，势均力敌，好羡慕啊！我默默低下头，不忍心告诉他们，那个女孩子正在摆摊。将东西递给2人之后，我忍不住低头看自己的手。正在出神的时候，一通电话打过来。现在赶紧过来，这会都快10点了。我给你开10万1个月，就是让你随叫随到的，好吧？老板的话就是命令。我先把东西搬回家，再骑着共享单车去了陆景之的别墅。别墅区本来人就少，骑着过去的时候，冷风打在脸上，阴森的感觉油然而生。陆景之坐在客厅沙发上，旁边还有一个人，就是之前来买青蛙气球的人。给我弹钢琴，话音刚落，女孩扯了扯她的衣服，但是陆景之不管不顾，给自己倒了杯红酒。对不起，我弹不了。钢琴系赫赫有名的才女，不会弹钢琴，我可是付了钱的。我咬着牙坐在了琴凳上，努力控制颤抖的手。琴音响起的时候，我的思绪不由控制地回到了那个夜晚。一群男人将我堵在了小巷子里，他们撕扯我的衣服，拍下我的照片。我试图反抗，但是石头砸在我的右手上，从此我失去了弹钢琴的资格。曾经闭着眼睛都能弹的曲子，现在全变了。纵使我努力控制颤抖的手，但它就像是不听我的使唤。又一个键弹错了音，坐在沙发上的女孩突然站起来。我不想听了。她叫嚷着要去休息，陆景之点点头，视线却一直落在我的手上。你的手怎么回事？我下意识将手藏在身后，却还是没能逃过男人的视线。他上前一步拽住我的手，衣袖被扯开，露出了手上狰狞的疤痕。疤痕从手腕一直到小臂，被钢筋深深划过。我捂着伤口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医生只是叹息，让我做好心理准备。从此，钢琴家失去了他引以为傲的双手。怎么回事？
陆景之瞳孔收缩了一瞬，说话的声音都变得颤抖。曾经他最心疼我这双手，我们同居半年，我都没进过厨房，就连去倒杯水太烫了，他都会赶紧接过。这是钢琴家的双手，怎么能干这些粗活？可惜现在这双手不是了。我在餐馆洗过盘子，在冬天把手伸进消毒水里，提过重物，被油溅过，被刀划过，一切都变了。不小心受伤了，我现在弹不了琴了，抱歉啊，但我还可以做其他的，我不能失去这10万1个月的工作。端茶倒水，打扫卫生，我都可以的。陆景之神色一变，甩开我的手。我们家不缺保姆。他转身就要上楼，走到楼梯拐角的时候，却停下脚步。太晚了，你今晚就住这儿吧，万一回去出事，别想讹上我。家里有空余的保姆间，反正我是没见过谁家的保姆间在3楼和主人1层，还30多个平方。临睡前，我听到了敲门声，一打开门就对上女孩的视线。好久不见，姐姐。好久不见，雅雅。女孩松了一口气，露出笑容。你还记得我？太好了，我点点头，让她进来。那天买气球的时候，我确实没认出来，毕竟几年时间，当初那个扎着麻花辫的女孩已经变成了少女。直到今天在客厅，她看陆景之的眼神，我才猛然反应过来。姐姐，我是来和你说道歉的，以前的事情对不起。她局促地拉着自己的衣服，眼眶通红。我只是我将她揽入怀中，拍着她的后背安抚。我理解你，你和陆景之相依为命，突然多出来个人，换谁都不好受。很早之前，陆景之就告诉我，他父母早逝，身边没有其他亲戚，只有一个妹妹。兄妹俩都是靠着父母保险赔偿的钱生活。好在陆雅雅也懂事，知道哥哥上学不方便照顾他，于是去读了寄宿制学校。陆景之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，因此对于某天凭空出现了一个哥哥的女朋友，要分走自己一半的关心，陆雅雅明显抗拒，说过不少我的坏话。你们分手是不是因为我？其实这些年哥哥不是，我们分手有别的原因，只是那些问题太现实了，小姑娘可能听不明白。陆雅雅拉着我的手，哭得十分伤心，好不容易才被我哄去睡觉。将她送出门之后，我注意到楼梯边的身影，这个时候还是别打招呼了。我关上门，放空大脑，准备睡觉。今天没带帮助睡眠的药，注定是个不眠夜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下楼就注意到昨晚摆放钢琴的地方已经空了，保姆阿姨嘴里还在念念有词。这么好的钢琴就这样扔掉，也太可惜了吧。陆先生明明很喜欢的。陆先生很喜欢吗？保姆阿姨是个和善的人，直接和我聊起来。喜欢，我经常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那儿发呆，我们都不能碰，平时都是陆先生亲手擦拭的。但是说来也奇怪，陆先生和陆小姐都不会弹钢琴，没人弹过这台琴。话音刚落，楼梯口传来声音，陆景之和陆雅雅从楼上下来。既然你昨天说你可以打扫卫生，那从今天开始你就负责别墅的卫生打扫吧。哥，陆雅雅还想说什么，被陆景之一个眼神瞪回去。我点点头，让保姆阿姨带我去熟悉工作流程。家政这事我做过不少，做起卫生来得心应手。正在给2楼走廊的地毯除灰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陆家兄妹在书房的争吵声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明明你也喜欢薇薇姐姐，你这样做只会把她越推越远。谁说我喜欢她了？我只是在报复她当年不告而别。你胡说，你要是不喜欢，你会憋着一口气去学做生意吗？你在钱包里放着她的照片，你每次喝醉了念着她名字的时候，你都忘记了吗？我握紧了吸尘器，选择转身离开。正逢暑假，陆雅雅在家中闲来无事，她不让我打扫卫生，拉着我的手让我陪她看电影。看到一半，她就靠在我的肩头昏昏欲睡，嘴巴里还在嘀咕：哥哥明明就喜欢你，他就是嘴硬，
他气你当初突然说分手离开他。他以前想做个老师的，但是后来他突然说要去做生意，他变了好多呀。姐姐也变了好多啊，确实，我们都变了好多啊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我思索了一瞬，大概是从知道我爸投资失败，欠下高利贷开始的吧，也可能是知道我妈癌症晚期开始。总之，那几年都没什么好日子。我妈气我爸当年出轨，毅然离婚，甚至和我断绝关系。可能到现在，她还不知道我爸的事情。她说她不愿意花我爸一分钱。我想救她，但是现在妻母女都互相躺在对方的黑名单里。我爸也早就跳楼自杀，法院带走了我们家所有的东西。我每天赚钱也赶不上还钱的速度。那群人拿不到钱，堵了我1个星期，终于找到机会对我下手。要不是有路人发现了动静，估计那个晚上我也会死在那个小巷子里。姐姐，你和我哥哥分手之后，彼此都过得不好，为什么不能复合呢？不会的，他现在过得很好，没有我，他会越来越好。晚上陆景之才带了一身酒气回来，脸色苍白得像鬼一样。陆雅雅被叫去朋友家过夜，保姆阿姨晚上也不住在别墅。我看着吐得昏天黑地的男人，无奈叹息。好不容易把人送到医院，又挨了医生的臭骂。本来胃就不好，还喝这么多酒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不要仗着自己年轻就糟蹋自己。我只能站在一旁，虚心接受教育。其实以前陆景之的胃还是不错的，那个时候我们吃夜市可以从头吃到尾。医生开了点滴，陆景之躺在床上，虚弱的整个人好像一碰就会碎。不知道梦到什么，他嘴里开始念念有词。我凑过去听，心跳却突然加快。微微，他伸手攥紧我的手腕，指腹在我手腕的伤口上摩挲。我想起我当年包扎完伤口，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，缝了针之后，伤口隐隐作痛，更多的是无助。我早就联系不上我妈，我爸也去世了。我翻遍了通讯录，也没能找到可以说话的人。最后，我拨通了那串烂熟于心的号码。这是我换的新手机号，因此能不能被接听，我自己都没把握。直到电话那头声音响起的时候，我的眼泪终于抑制不住。喂，是谁？我咬着被子不让自己哭出声。电话那头又传来几个男人的声音。小陆，怎么躲这儿来了？还能不能喝呀？只要你把那瓶酒喝了，这次的订单好说。随后电话就被挂断，我哭得泣不成声。都已经这样了，还去麻烦别人干嘛呢？当初分手的时候就说好的，以后别联系了。有些记忆早已经深入骨髓，比如那晚我给陆景之发消息提出分手，理由是他太穷了，养不起我，别耽误我找个更好的。可是世界上不会再有比陆景之更好的人，只是我配不上了。我爸生意破产，高利贷追上我家，甚至还疯狂给我打骚扰电话。他们甚至调查了陆景之和陆雅雅。我害怕连累他们兄妹，只能先离开避避风头。可是这笔钱是太大了，我爸没法承受，跳楼自杀了。陆景之还带着年幼的妹妹，我家还欠着一大笔钱。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，何必还要互相拖累，耽误彼此？还不如分开，一切都好。与其感情平淡之后互相埋怨，最后只剩下无尽怨怼，不如早早分开，将时间停留在最美好的时候。我回头看向病床上躺着的人，他又开始发起高烧。我想离开，手却被拽得死死的。别走，我现在有钱了，别走，留下来，我现在有很多钱，你不要再离开我。这人已经彻底烧糊涂了。我按下呼叫铃，请医生过来看看。也不知道陆景之来过几次医院了，都快成为 VIP 了，甚至还有小护士一眼就把他认出来。众人都围在他身边，我只能被挤在外面。陆景之的手机落在床头的柜子上。陆雅雅说，
让我有机会打开他的手机壳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拿起手机，打开了手机壳，里面只有一张证件照，估计是被抹撒太多，边缘处都开始泛白，背后还有血迹。陆雅雅说，前年陆景之着急想要拿下一个项目，据说那个项目拿下之后，公司的规模可以扩大3倍。于是陆景之没日没夜的工作，整个人瘦到不成人样。可这个项目还有其他人盯上，对方见明面上玩不过，就开始使阴招，制造了一起车祸。陆雅雅接到电话的时候，陆景之已经被送去了医院。哥哥从手术室退出来的时候，人还在昏迷，手里拿着个东西，那东西他一直放在手机壳后面，谁都拿不下来。醒过来的前2天，他有点失忆，除了我，其他人都想不起来。但是他看到那个东西，什么都想起来了。陆雅雅只是简单的描述了几句，就可以想象当时的惊险。现在这张照片还放在手机壳里面，后面染上了大半的血迹。这是我入学拍下的证件照，当时这张照片不知道被谁发在了校园墙上，还小火了一把。许多男生给我送饭送花，甚至买零食讨好我的室友，这些我都见多了，从来没收下过。只有陆景之，我早就听说过这个人，老师嘴里的好苗子，据说很大可能将来要留校的。那天早上我下楼跑步撞见他，他挡在我面前，耳根子涨了通红。你有事吗？实在是陆景之顶了一张风清明月的脸，看着就没有世俗的想法。谁知道下一秒，他将热气腾腾的早餐塞到我手里。你送给你的，我叫陆景之，我喜欢你。他追人的方式笨拙又老套，但是我喜欢他的真诚，还有他冷漠外表下的热情。直到半夜，他的烧才终于退去，但是依然抱着我的手不放。我实在困得不行，只能躺在他身边。我们蜷缩在一张床上，感受着彼此的体温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累的缘故，这个夜晚我没有依靠药物，却睡得很沉。只是第2天一早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躺在床上，旁边还有在看杂志的陆景之。窗帘被他拉开了一条缝隙，他用一点微弱的光坐在一旁看书。照顾老板照顾到自己睡着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我尴尬地坐起身，努力找回清醒。交完剩下的费用，我们走出医院，看到自己爱车的划痕之后，他沉默了。不怪我呀，昨晚别说人了，鬼都找不到一个，只能我送你去医院了。但是这车太高级了，我实在是开不会，倒车入库的时候撞在了杆上。你这个月赚的钱都不够赔偿我的油漆、尼玛、资本家，再商量一下吧。你这车没有保险吗？况且我试着急救你呀。乔薇薇，你很缺钱吗？其实现在也不算缺钱了。银行收走了资产抵账，之前高利贷那群人也被警方抓进了监狱。我妈也不愿意收我的钱，所以我手上挺多钱的，但是这几年我穷怕了。每天一睁眼就是看账单的日子，我不想再过了。我想多赚点钱，让自己更加有底气。因为陆景之突如其来的问题，我们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回到别墅之后，我准备按照昨天保姆阿姨说的去打扫卫生，刚拿起抹布就被拦住了。你笨手笨脚的，别把我东西打碎了，况且修车钱你都没法付，难不成还想赔上我家的古董？陆雅雅坐在餐桌边看着我们，声音悠悠传来，心痛就直说，没必要装成这个样子。而后被陆景之瞪了一眼。饭后陆家兄妹都离开了别墅，我准备回家收拾一下，继续摆摊。只是刚刚到家没多久，就接到了一个电话。这串电话我太熟悉了，我妈的现任丈夫，当初是他告诉我妈身患癌症的事情。叔叔，微微，你妈妈她今早走了。我极力控制身体，手机却还是掉在地上。我想不起我是怎么挂掉电话，是怎么买的机票。我只记得从家到机场，
我都一直在哭，哭到空姐来看了我2次。下了飞机之后，我按照地址去了火葬场，但是太迟了，我连她最后一面都没看到。从此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了。我妈说她的上一段婚姻是失败的，这个骄傲的女人不能接受丈夫的出轨，而我的存在每时每刻都在提醒她失败的婚姻，所以她不想见我，甚至连最后一面都不想见我。男人递给我一张银行卡，说是我妈叮嘱他转交给我的。这些年，你给你妈转的钱都在这里了，哪怕最后一刻她都想和我撇清关系。果然，只有亲近的人才知道怎么在心上扎刀子最疼。再次见到我妈的时候，她已经躺在了小盒子里。这些年，她重新孕育了子女，他们围着小盒子哭，而我只能站在远处，依靠着墙壁，哭到眼睛发疼。男人说后面会给我妈准备葬礼，希望我留下来观礼。我将银行卡塞回他手里，可以用这里面的钱吗？算我求求你了。男人点点头，让我打起精神。他们家没有多余的房间，我也不愿意打扰他们，就找了附近的旅馆住下。附近有个广场，还有很多阿姨在那边跳舞，不知道我妈妈有没有去过。葬礼用我的钱，她会不会生气？可是那些钱都是我辛辛苦苦赚的，和我爸没有关系。第二天早上，男人送来一个粉色的盒子，上了锁，但是我猜应该是你的。盒子的背面写了一个颤颤巍巍的V字，盒子用密码锁锁上，我用自己的生日居然打开了，里面只有一张泛黄的照片，一个女人抱着稚嫩的婴儿，背面有句话：妈咪和微微宝贝的满月留念，所以我也曾是你的宝贝嘛。在这个陌生城市住的第3天，我才发现我的手机早就没电了。充电重新开机之后，一连串的未接来电和消息弹出来，全是属于陆景之一个人。原来还是有人牵挂我的，但愿他不是打电话要求我给他修车。电话刚接通，就传来那头的怒骂：你去哪儿了？为什么你总是这样一走了之？这次你又要走多久？4年还是10年？你赢了好不好？乔薇薇，你总是有办法让我失控。陆景之，我看着远方轻笑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你会不会来看我？死亡不是消失，遗忘才是。我离开之后，是否还会有人记得我？什么意思？你想做什么？你现在在哪儿？我报了旅馆的地址，来找我吧。我一个人真的不行，我想见见你。我一遍又一遍抚摸盒子，想努力感受曾经的温度，但是什么都没有。直到下午，大门突然被敲响，一开门就对上陆景之的眼睛。他早已没了往日的淡定自若，喘着粗气，衬衫领子都翻出来。我来了，他伸出手紧紧抱住我。我终于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感受到了熟悉的温度，至少在此时，依然有人记挂着我，为我牵肠挂肚。妈妈的葬礼办得很好，她没什么亲戚朋友，原来我的孤独都是遗传她。其他人都在外面应酬宾客，正好我可以在里面好好陪她。我将那张照片拍下来，等有时间了再去打印。至于原件被我烧下去了。我果然是个不听话的女儿，就算她死了，我还在骚扰她。陆景之说可以找人用科技手段修复，让这张照片变得更清晰。挺好，这样我就不会忘记她了。我太久没有见到她，都快忘记她的模样了。我准备了很多钱烧给她，希望她在下面能变成小富婆。自始至终，陆景之都陪在我身边。以后还有我陪着你。我扭头看向他，今早他特意在镜子前看了很久。他说这是他第一次见我妈，希望能给他留下个好印象。你不生气吗？气我不告而别。生气更多是气我自己，当初气我自己背本事，现在是气我自己没信心可以留住你。我总是害怕这是一场梦，在睁眼的时候我再也见不到你，我没有你的消息，找不到你在哪里，一切都变成了一场幻境。陆景之说，
我们都是同样孤独的人。事实如此，我们都没法离开对方，注定纠缠在一起。下葬那天，我准备了我妈生前最喜欢的花，在一堆白菊花里相当惹眼。但是在我的印象里，她就喜欢这种鲜亮的颜色。你和阿姨很像，陆景之看着照片对我说，你们的眉眼很相似，可能越是靠近越是胆怯，所以阿姨才不敢见你。就如同我们一样吗？她沉默了一瞬，点点头。就如同我们一样，但是未来的日子这么长，总不能一辈子都胆怯吧？好吧，我承认，他说的挺对。要跟我回去吗？陆景之朝我伸出手，我想起很多年前的盛夏。乔薇薇同学，我喜欢你，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？我想现在的自己和当初是一样的答案。